乌克兰与日本拟结成准军事同盟，围剿俄罗斯，普京真的要头疼了。在此之前，日本对乌克兰的援助大多局限于扫雷等人道主义物资，现在不一样了，双方已达成共识，要组建准军事同盟。日本将为乌克兰制造各种武器，包括防空导弹及其他武器弹药，大致可以参考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那么日乌联手将对乌俄战争造成什么影响？对比俄朝的抱团取暖，日乌联手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乌克兰又能给日本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2月中下旬，泽连斯基放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宣布已经和日本达成全面共识。日本不仅要出钱，还要亲自下场为乌克兰制造各种武器，包括乌军现在最急需的防空导弹。泽连斯基甚至连行程都安排好了，自己准备飞趟东京。高市早苗也很快就要去基辅打卡，双方还要在乌克兰建厂，一起造无人机、造无人艇，甚至还要搞卫星导航和军舰研发中心。这不是几十个亿的小打小闹，预计将是一份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互换协议。说白了，这两个相隔10万8千里的国家马上就要签准军事同盟条约了，目标只有一个，围剿普京。这事儿其实早有预谋，在2025年12月，高市早苗刚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与泽连斯基通信了。日本国内其实也有人反对，比如前首相石破茂就跳出来说，如果咱们跟乌克兰搞军事捆绑，在远东帮着牵制俄罗斯，那日本就成了欧洲的炮灰。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日本必须这样做。那些政客心里很清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摆脱枷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甚至解禁无核3原则，必须得到美欧的鼎力支持。想要拿到这个支持，光靠嘴说是没用的，你得交投名状。对日本来说，全面军援乌克兰就是目前最有分量的投名状。为此，高市早苗还召开了内阁会议，专门商讨到底是南下还是北上。当然，这种关乎国运的重大外交抉择，不是开一次会就能定下来的。当年1938年，日本内阁近卫文磨，也是开了几十次会才决定到底去打苏联还是去惹美英。但现在的局势很明显，宏观上来看，在国际秩序不断碎裂的今天，日本想要突破和平宪法的桎梏，就必须向全球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负责任国家。支援乌克兰既是政治需求，也是外交刚需。对于乌克兰来说，与日本联手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现在正是抗战最吃紧的阶段，如果能拉来日本这个强力外援，肯定是可以缓和战场局势，甚至能改变战局。日本的介入标志着乌俄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前是在烂泥地里拼消耗，现在直接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全要素对决。今年2月，日本正式废除了那个限制了他们几十年的致命性武器出口禁令，以前只能扭扭捏捏送点头盔防弹衣，现在规则改了，只要是友邦、坦克、榴弹炮、防空导弹，直接安排发货。乌克兰现在最缺什么？防空导弹。美欧国家的产能根本补不上这个窟窿，但三菱重工一出手，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制造的爱国者3拦截弹良品率极高，零件精度爆表。这东西送到乌克兰，不仅能保住乌克兰的各大城市，还能掩护顿巴斯前线的大部队机动，直接废除掉俄罗斯导弹与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除此之外，日本还能提升对乌克兰的非对称打击能力。乌克兰现在的国产无人艇本来就挺猛，如果再装上日本的精密陀螺仪以及高抗干扰的雷达传感器和导航芯片，打击半径能直接拉到1500公里以上。这意味着俄罗斯黑海舰队那些残羹冷炙，跑到哪儿都没用，将被彻底赶出黑海。看到这儿，很多人肯定会想到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但火力军得说，这两种合作模式完全就是2个维度的东西。俄罗斯与朝鲜这边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由于受到国际制裁和生存压力，这两兄弟走的是互助路线。朝鲜给俄罗斯送去了上千万发炮弹，还有成百上千枚短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派了上万名士兵直接去库尔斯克参战。虽然伤亡惨重，但确实稳住了顿巴斯的战线，这就叫数量对冲。再来看看日本和乌克兰，这完全是一场高端局，要的是质量。日本送过去的是高精尖技术、昂贵的防空导弹、庞大的资金，去的也是技术顾问、排雷专家和网络黑客，而不是去前线添战壕的步兵。日本的防空系统虽然贵，但打下一架俄罗斯的战机就是血赚。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日本这是在单方面扶贫，其实不是，这俩可以说是天作之合，绝对是1+1大于2。就结果来说，日乌合作并非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深度的技术互换与联合研发。日本将利用其在精密电子和自动化领域的专长，帮助乌克兰在其本土制造能够拦截高超音速目标的先进导弹系统。通过这波操作，日本用真金白银和工业实力，给自己买到了一张重返世界大国牌桌的 VIP 门票，而乌克兰也拿到了活下去的硬核装备，这俩一拍即合。至于俄罗斯，看着自家越来越空虚的远东基地，再看看对面装备全面升级的日本，恐怕以后的日子是吃不好也睡不香了。只要自己不去想，就不会觉得疼。
这也算是另一种自我催眠。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咱们先来算算日本的家底。表面上日本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可人家真正的财富藏在海外。日本的海外资产规模是世界第1，每年在海外赚的钱相当于本土 GDP 的2倍。把本土和海外加起来，这个人口只有1.2亿的岛国 GDP 总量至少达到10万亿美元，是俄罗斯的5倍。人家拿出几百亿美元军援乌克兰，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军事科技，日本拥有30位诺贝尔奖得主，能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现役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甩开俄罗斯好几条街。航空航天也是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3，火箭发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100%。最恐怖的还是核潜力，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掌握了热核技术，现在手里囤了足足45吨分离布，理论上来说，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搓出6000枚核弹。而且日本的核小型化技术独步天下，三菱重工搞出来的微型核反应堆，宽3米高2米，一个标准集装箱就能拉走。如果把这玩意儿扔到乌克兰前线给指挥所供电，10年都不用加油，不仅隐蔽性极高，还让俄罗斯的红外探测彻底抓瞎。乌克兰这边虽然深陷战争泥潭，但在欧洲它绝对是一匹不可忽视的黑马。现在是实打实的欧洲军事大国，手里握着100万久经沙场的实战精兵，还有世界上第1支专门的无人作战系统部队。在中小型无人机和无人艇实战领域，乌克兰敢称第2，没人敢称第1。日本虽然装备好，但自卫队自从1945年以后就没打过仗，纯的温室花朵。而乌克兰最不缺的就是战争经验和反攻经验，正好弥补了日本的致命短板。而且乌克兰人的素质非常高，80%以上拥有高等学历，理工科人才扎堆，军事科技创新能力极强。他们的军工企业能根据前线的反馈，在几周内就完成武器的迭代升级。这种战时创新的速度，刚好能治愈日本大企业那种保守拖沓的毛病。乌克兰在拦截俄罗斯的导弹之后，会把残骸数据和实战参数源源不断地共享给日本。日本转头就用这些实战数据去优化自己针对俄罗斯的拦截算法，一个出钱出装备，一个用实战帮你练级，这买卖做的简直天衣无缝。除了这些，日本砸钱援乌也有其他优势。首先就是东亚安全的战略牵制，日本在北方一直面临着俄罗斯的压力，也就是北方四岛。现在乌克兰在欧洲死死拖住了俄罗斯，给俄罗斯持续放血，俄军没办法，只能把驻守在远东的精锐部队大量调往西线，连太平洋舰队的挑衅次数都大幅减少了，后勤根本顾不上，直接帮日本减轻了家门口的安全压力。其次是极其宝贵的核心技术转让。乌克兰在黑海是怎么打仗的？用非对称作战把俄罗斯潜艇按在水里摩擦。2025年年底，乌克兰安全局用一款叫海底宝贝的水下无人机，硬生生击上了俄罗斯的基洛基潜艇。这战绩直接把海战的逻辑都给颠覆了。乌克兰现在发话了，愿意把这项成熟的无人潜艇技术转让给日本。这对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因为他们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周边的潜艇威胁。有了这个技术，日本在东海和日本海的底气瞬间就足了。还有网络安全，日本虽然科技发达，但在网络防御和抓间谍这方面一直拉胯。但乌克兰不一样，跟俄罗斯在网线上互砍了10几年，练就了一身绝活。他们有一套全球最顶尖的公民网络防御体系。现在乌克兰专家正在手把手教日本，帮他们建立首个国家情报局，分享怎么识别深度伪造技术，怎么防止黑客攻击国家电网。这些服务绝对是 VIP 级别的。最后也是日本最看重的一点，国际政治杠杆。乌克兰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护照能免签全球157个国家和地区。日本通过跟乌克兰深度绑定，成功把欧洲安全和印太安全画上了等号。如果以后东海或者台海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日本就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欧盟和北约必须像支援乌克兰一样来支援日本。借着帮助乌克兰重建的由头，日本在 G7 集团里的话语权也直线上升。总的来说，当制造大王遇到实战大佬，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极其恐怖的。日本出钱出精密零件搞工业化量产，乌克兰出设计方案出系统算法，还有用命换来的实战数据。日本这波军援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国家的国防工业做一场零成本的大规模压力测试。在国际法和规则层面上，日本废除武器出口禁令，意味着战后那种老老实实挨打的单纯防御主义已经彻底画上了句号。就结果来说，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安全共同体正在成型。乌克兰在前线提供实战反馈，日本在后方充当资金和技术引擎，上演现代版的以攻换剑。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绝对是个噩耗。如果日本的防空导弹大规模到位，俄罗斯想靠空袭把乌克兰炸屈服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面对这种局势，估计俄罗斯也只能抗议几句，然后在南千岛群岛搞搞演习撒撒气。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日乌联合会对乌俄战争的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